大家好，这里是阅见成长，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欢迎留言告诉我。那么，我们开始吧。今天要分享一本会改变你人际关系的书。我想跟你好好说话。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每次好好想讲话，却不知为什么又吵起来。你明明只是想表达意见，最后却演变成冷战或尴尬。有时候一句话就能让关系变冷。你怎么老是这样？你根本不懂我。是不是很熟悉？其实我们不是不会讲话，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好好说话。这本书作者赖佩霞用很生活的语言教我们如何用非暴力沟通来修复关系，理解他人，也理解自己。而他学的这套方法是来自心理学大师马歇尔·卢森堡博士。他花了一辈子研究人为什么会用语言伤人，又该怎么用语言带来疗愈与理解。一，为什么人会说出伤人的话？我们先想想看，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话？你是不是猪脑啊？我跟你讲过几遍了，你还是听不懂。你干嘛老是找我麻烦？这些话像刀一样，听的那个人会生气，说的那个人也不开心，结果冲突越来越深，两个人都受伤。卢森堡博士在9岁时就亲眼看到暴力。他住在美国底特律，当时爆发严重的种族暴动，他看到人打人，伤亡无数，心里想，为什么人要互相伤害？更震撼的是，他第一天上学就被揍，只因为他是犹太人。从那一刻起，他决定用一生去研究语言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后来他创立了非暴力沟通，希望教人们用理解和爱取代指责与防卫。2. 非暴力沟通的4个步骤。非暴力沟通有4个核心步骤，听起来简单，但其实每一步都需要练习。第1步，观察，也就是描述事实，不带情绪。比方说，你对另一半说，你干嘛不理我？这句话一听就是指责，改成，今天早上我们好像都没说到话，是不是语气马上柔和多了？你只是在陈述事实，不评价。这个步骤很重要，因为一开口的语气决定了接下来的沟通品质。说错了开头，后面再多努力也难以挽回。第2步，感受，要讲出你真实的感觉，而不是批评。例如，你都不听我说话，这句是指控，但如果你说，我觉得有点难过，因为我希望被听见，语气柔和多了，也更容易被理解。在我们成长的环境里，很少有人鼓励我们讲感受，甚至有人说，哭有用吗？难过有用吗？所以我们学会了压抑。但事实上，感受是人类最真实的语言。第3步，需要。每一种情绪背后都藏着一个没被满足的需要。比如你生气，不是因为对方迟到，而是因为你需要被尊重，被重视。如果你说，你怎么又迟到了？对方只会防卫。但如果你说，我有点焦虑，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准时开始，对方会比较愿意听。作者提醒我们，很多抱怨其实都只是未被察觉的需要。当你懂得说出你的需要，你的世界会变得平静许多。第4步，请求。这一步是行动的开始。请求不是命令，不是你应该这样做，而是我希望你可以如何如何。说出具体的选项，
让对方有选择的空间。举例，你想让另一半放下手机，如果你说你不要一直滑手机好不好，这句话会听起来像是命令，改成我想跟你好好聊聊，我们能先放下手机吗？对方就更愿意回应你。真正的请求是基于尊重，而不是控制。当你愿意让对方有选择权，沟通才会更自由、更真诚。3. 用长颈鹿语言代替豺狼语言。卢森堡博士用2种动物比喻2种说话方式，一种是豺狼语言，代表批判、命令、控制；另一种是长颈鹿语言，代表理解、包容、诚实。长颈鹿有世界上最大的心脏，也看得最远，所以它象征用爱说话。举例来说，孩子没做功课，豺狼语言是你怎么那么懒？长颈鹿语言是我看到你作业还没完成，我有点担心，因为我希望你能学会独立完成事情。这样一改，气氛是不是完全不同？豺狼语言可能赢得当下，但输掉关系；长颈鹿语言需要练习，但能赢得长久的信任。4. 不要当被害者，学会为自己负责。书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就是我自己的主导者。很多人遇到冲突时会觉得都是他害的，但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就失去了掌控力。非暴力沟通让我们重新拿回力量，不是要你忍气吞声，而是学会自我觉察。当你不再被对错绑架，就能真正自由，因为你不需要别人改变，你只要调整自己说话的方式，就能改变关系。5. 非暴力沟通不是技巧，是慈悲的修行。书里提到，非暴力沟通不是单纯的话术，它是一种修炼，一种慈悲心。许多人以为自己讲话只是诚实，但其实那往往是没有包装的攻击。当我们学会以同理心说话时，就不会把话变成武器，而是桥梁。正如作者说的，当我们愿意理解对方的感受，就会发现我们原来都只是想被爱。书的最后，改变说话的方式，改变你的人生。赖佩霞在书的最后说，世界上有2种人，一种人永远在追求谁对谁错，另一种人追求怎么让生活更美好。非暴力沟通让我们从第一种人变成第2种人。当你愿意放下对错，转而去倾听、理解、表达，你就会发现冲突减少了，关系变近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也变得平静了。所以别只是想要好好说话，而是从今天开始学会如何好好说话。因为当你愿意用心表达，你不只会说话，也会被听见。